春节以来，中国主场外交高潮迭起。4月5号下午，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北京，海外媒体对此高度关注。法国媒体称，马克龙此行是一次集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交流为一体的访问行程，不仅给法国带来积极影响，也给欧洲国家传递出积极信号。此次与马克龙一同到访的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个是欧洲大国元首，一个是欧盟首脑。马克龙与冯德莱恩联袂访华安排，也凸显了中欧经贸合作的重要性。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马克龙于4月5号至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号下午，马克龙乘坐专机抵达北京，中方在机场安排了欢迎仪式。这是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第3次到访中国，也是他第2任总统任期内首次访华。路透社报道称，马克龙一行抵达北京后，直接前往法国驻华大使馆与法国侨团见面。他在北京的第2项行程是前往红砖美术馆，为即将开始的第17届中法交汇艺术节揭幕。中法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双方始终彼此欣赏、相互借鉴，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马克龙此访也是一次文化交流之旅。法国20分钟报报道称，马克龙还邀请了多名在法华裔艺术家以及电影《狼图腾》的导演让·雅克·阿诺等在中法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一同来到中国。法国总统府透露，马克龙与中国领导人见面集中安排在6号。中国外交部日前介绍马克龙访华行程安排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将同马克龙总统举行会谈，共同规划和引领中法关系的未来发展，深化中法、中欧各领域合作，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李强总理和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马克龙总统，马克龙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广州市参观访问。法国总统府一名顾问此前对媒体称，马克龙会在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共度6-7个小时。能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如此深入讨论的世界领导人，你可以用1只手数出有多少。外界分析认为，这说明法国方面很希望中法领导人较长时间的共处能产生积极的成效。这次中方对于马克龙来访可以说是盛情款待，凸显了中国对于中欧关系、中法关系的重视程度。那法国呢，作为欧洲内部最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以及最具有战略眼光的大国，在目前这个特殊的、关键的性的这个历史时刻呢，其实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近日接受《欧洲时报》专访时表示，马克龙总统高度重视此访。据初步了解，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多位部长、议员以及60多位大企业负责人、20多位文化界人士等将随团访问。对于马克龙率豪华阵容访华，路透社分析称，马克龙正传递一个信息，即欧洲希望与中国接触。法国24小时电视台网站报道称，这是马克龙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本次中国之行将是一次集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交流为一体的访问行程。法国总统马克龙这次访华，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中欧关系和中法关系的疫情后的一个加速键也就是加速重启键。那这会方便中法两国人员的更加便利的出行和来往。那同时呢，也可以使得中法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呢变得更加密切。近年来，中法经贸关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法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法货物贸易首次突破1000亿欧元大关，达到1018亿欧元，同比增长14.6%，势头强劲。法新社报道，随马克龙访问中国的还包括空中客车公司、法国电力集团和奢侈品行业、银行业等诸多法国知名大公司的高层领导人。这些商界人士希望能与中国签署新合同。外界预计中法可能会在汽车、航空、核能等领域推进合作。路透社3号援引政府和行业消息人士的话披露，法国空客公司正同中国进行新一轮飞机订单谈判。这一消息的曝光使空客股价在当天上涨近2%。就在去年7月，中国南航、东航一举订购了292架空客 A320neo 系列飞机，折合人民币超过2400亿元。这是空客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订单之一。空客是由欧洲多国政府合资的企业，总部位于法国图卢兹。法国政府拥有空中客车11%的股份，对空客具有重要影响力。
法国消息人士透露，此次谈判还可能涉及空客在中国的制造业务。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的空客 A320 系列飞机亚洲总装线于2008年启用，是空客在欧洲以外的首条民用飞机总装线。3月24号，天津总装线总装完成的首架 A321NEO 飞机刚刚实现交付。空客在全球共有4座 A320 系列飞机总装设施，分别位于德国汉堡、法国图卢兹、中国天津和美国莫比尔。法国媒体分析称，对法国这样的欧洲经济大国而言，与中国维持良好的贸易关系是重要的优先事项。马克龙的此次访华之行，不仅会给法国带来积极影响，更会给欧盟27个国家传递积极信号。法国现在非常重视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市场，而且呢，重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力。马克龙在出发前往北京之前曾透露，他此访目的之一是要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上争取中国支持。法方认为，中国或许是乌克兰危机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在中方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之后，马克龙表示这是好事，是最早做出积极表态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法国总统府还透露，在马克龙动身前往北京之前，美国总统拜登打来电话，两人表示愿意共同与中国接触，以加快结束乌克兰危机。安利社工还透露，拜登表示希望与法国一起与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发展等方面进行合作。观察指出，中法合作面很广，两国领导人需要商谈的内容很多，乌克兰危机只是议题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表示，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但我们是危机和平解决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推动者。我们愿同欧方就政治解决危机沟通交流，也期待欧方展现战略自主和政治智慧，朝着实现欧洲长治久安迈出坚定的步伐。外界注意到，自去年底以来，欧洲政要接连访华。继德国总理舒尔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之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与马克龙同期访华。还有媒体称，欧盟主管外交的高官博雷利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有意访华。在欧洲内部涉华立场呈现复杂声音的当下，马克龙与冯德莱恩联袂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欧关系过去2年遭到一些困难，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也日前表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加大对华遏制，逼迫欧洲盟友选边站队。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分析称，欧洲与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存有分歧，发生交锋在所难免。但中国在重启面对面的外交后，欧洲大国领导人和欧盟首脑能踏上中国，也表明中欧之间仍然有得谈，也仍有共同的利益，都想在中美脱钩的阴云下继续维持正常的关系。也有美媒评论，欧洲领导人陆续到访北京，实际上是在向华盛顿发出一个重要信号：我们在乎与中国的关系。而能否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也在考验欧洲领导人。我个人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马克龙加冯德莱恩这次的访问呢，看作是红脸加白脸的这样的一个访问。也就是说，马克龙其实可能更高举的是合作的大旗，但是冯德莱恩呢，在一定程度上，他要去唱那个白脸，也就是说，认为欧洲在很多问题上对于中国呢有不一样的考量。中方这次接待冯德莱恩的访问，其实呢，我们是从这个善意的角度出发，希望冯德莱恩到北京来看一看，到中国来走一走，更多的了解中国的一个实际情况，希望能够帮助他摘下那副有色眼镜。继续关注马英九大陆行。4月5号，马英九一行自重庆飞往上海，展开此行最后一个城市的访问行程。在上海，他赴洋山港参观，见证100多年前孙中山实业计划从蓝图变为现实。此外，今天是清明节，马英九此次大陆访问有湘潭祭祖，也有南京、重庆谒陵，家国情怀真情流露，数度落泪，令人感动。马英九等了36年的登陆，也印证了那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洋山港是全球第1大集装箱港口，也是全球智能化水平最高的港口之一。上海是全球最重要的港口装备制造基地，而洋山港的设备也都装上了中国星。上海港货柜吞吐量已连续12年蝉联世界第1，其中洋山港贡献率超过50%。那个码头上运行的我们叫 AGV， 这是就无人机卡，你看都没有车头的。哦，是每天是早晚这个机卡都基本上都是像排队一样，是的，进来。早晨来收箱子，晚上
运出去，运到24小时，我们24小时。上海是中国长江水系与太平洋海运网络的连接点。实际上，东亚的港口竞争力非常大，全球10大港口，中国占了7个。此外，周边的韩国釜山港、日本横滨港等也都是上海港的竞争对手。而洋山深水港的建立，使上海拥有了15米深度以上的深水码头、泊位和深水航线，发展一日千里。你们那个陆地未来扩展的空间应该要比新加坡好很多，要好，对。深圳卫视注意到，洋山港也是台湾政坛人士访问大陆必去的地方之一。早在2005年，洋山港第1期工程启用后，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就来参观。当时他对洋山港啧啧称奇。2009年，民进党籍的陈菊在高雄市长任内也曾到洋山港参观。2019年，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过来参观。是什么原因导致台湾政坛人士对洋山港充满好奇呢？实际上，早在100多年前，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著的实业计划中就提出东方大港的宏大愿景。孙中山写道：“上海之为中国东方世界商港也，实不可位居于理想的位置。在此种商港最良之位置，当在杭州湾中乍浦正南之地。”他点出的地点恰是现今洋山港的所在之处。而100多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东方大港只是中国人遥不可及的一个梦想。有岛内媒体撰文指出，马英九此次大陆行实际上就是见证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从蓝图变成现实的圆梦之路。台媒指出，除了东方大港以洋山港的形式落实，孙中山实业计划还提出，在长江上游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速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利。这分明就是长江三峡建成后重庆航运能力大跃升的描述。马英九这次都一一见证。此外，马英九此行还3次乘坐高铁。实际上，中国大陆的高铁线路总长度已经达到4.2万公里，超过欧洲铁路总长。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银白身躯，狂飙的速度恰似中国经济崛起的身影。而中国铁路总里程15.5万公里，意味着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要建成16万公里的铁路的计划已经基本实现。文章最后说，当年孙中山为中国描绘的蓝图，从不可能到一一实现。物换星移，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国，100年宏愿已实现，日益强大的中国将走向何方？全世界拭目以待。像马英九跟我是同年的，我们从以前读书、考大学、考公务员都要考三民主义，尤其他的实业计划，我们是背得非常熟。然后等你看到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震撼的，因为我很有经验，因为我到粤港澳大湾区去的时候啊，实业计划就现在完全在大陆实现。所以会有一个那种感动是很难以言喻的。孙中山先生的这样一个遗愿，在他生前没有能够实现，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的新中国不但是实现了，而且是来到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也成为我们看到未来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和桥梁。所以说，我相信，马英九先生在这里看到这样一个历史今昔的对比，那么我觉得他一定会心生很多感慨，对于两岸关系，对于中国的过去历史和未来那么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刻的认识。马上连线全程报道马英九大陆行的随团记者陈佩瑶。佩瑶你好，关于马英九今天在上海的行程，您在现场还有哪些近距离的观察？好的，主持人，5号上午，马英九一行乘坐飞机抵达上海。那么这也是马英九此次大陆行参访的最后一个城市了。抵达上海之后呢，他没有回酒店休息，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去了洋山港港区进行参观。这让我们同行的媒体都感到很惊讶。毕竟10天的旅途过去了，我们都难免有疲惫的感觉。但是呢，他作为一位73岁的老人，精神状态却依然这么好。那么今天在飞机上呢，有一名台湾青年就对我们媒体表示，他觉得大陆的机电效率非常高，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推动重大工程建设。那么这是台湾望尘莫及的。还有一名台湾青年就赞叹到，大陆的许多城市智慧化程度很高，很多方面都会借用机器或者人工智能来操作，这让他感到很先进。另一方面我也特别注意到，台湾青年这次亲身来走一趟呢，除了能够加深对历史的认知和开拓眼界之外还能够消除许多原本对大陆的误解。比如说，有青年学生就说之前呢只能通过网络来认识大陆，但当中呢有一些媒体炒作出来的负面情绪是无法避免的。而亲身来到这里就发现，其实大陆的民众很热情、很善良，也很温暖，让他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两岸一家亲。好的，也谢谢佩瑶带来的观察，谢谢。
值得注意的是，5号福建海事局发布消息称，当天上午由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领衔的海事执法船艇编队，开启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并附上一张台湾岛地图及一张巡航船只的照片。海巡06是台湾海峡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船长128.6米，满载排水量6600吨，可到达全球除南北极以外所有海域。据悉，海巡06搭载船用北斗系统、GPS 全球定位系统等通信设备，并设有网络资料中心，可执行海上巡视、海事监管、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和船舶污染监测等任务，能在12级风9级海况下进行深远海巡航，在11级风7级海况下开展海事执法活动。海巡06还设有直升机机库，配备扫海灯、雷达探测、救生艇、医疗处置等设备，能够对海上遇险船舶、落水人员等多目标类型进行搜寻救助，可一次性搭载遇险获救人员200名。海巡06于去年7月11号在福建平潭正式列编福建海事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一桩艳星封口费案件的庭审引起舆论轩然大波，在引发其支持者与反对者激烈对抗的同时，再一次加剧美国两党恶斗，也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庭审前后48小时，从在曼哈顿地区法院的沉默应诉，到回到海湖庄园的激昂演说，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面临刑事指控的前总统，究竟会掀起美国政坛怎样的浪花，亦或是被千层浪反噬？来看看报道。当地时间4号下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进入纽约曼哈顿地区法院。出庭前，面对记者的提问，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特朗普身着蓝色西服，系着标志性的大红色领带，神情严肃，若有所思。进入法院后进行了指纹采集，但未被戴上手铐及被拍摄嫌犯照。此前一天，特朗普搭乘机身上头印有大大 Trump 字样的波音757客机，从佛罗里达飞抵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在纽约市警察局车队的护送下，前往位于华尔街40号的特朗普大厦过夜。4号上午11点，特朗普在自创的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说，前往曼哈顿下城法院大楼。看起来太超现实了！哇，他们要逮捕我了！不敢相信这发生在美国。MAGA 这番言论让本就情绪激动的特朗普支持者更加上火。在特朗普被提审前，数百人聚集在曼哈顿法院附近的几个街区。据悉，纽约警方当天出动6万警力待命，以防止暴力事件。下午14时15分，针对特朗普的问讯正式开始。据进入现场的美媒报道，特朗普走进法庭时步伐缓慢，双手放在身体两侧，环顾法庭房间。而在庭审的大多数时间里，他双眼直视前方，偶尔将手肘架在桌子上。他还不时望向检察官，并听坐在他旁边的2位律师对他耳语，一位是乔·塔科皮纳，另一位是苏珊·内切莱斯。在法庭上，特朗普对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指控，以及在2016年总统竞选时向艳星丹尼尔斯和花花公子杂志女郎麦克道格支付封口费一事，表示拒绝认罪。美联社称，特朗普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惜字如金，只说了10个单词。持续约1小时的庭审结束后，特朗普缓缓起身。在他离开时，法庭书记员曾试图与他握手，但他对着法庭外的电视摄像机一言不发，表情相当严肃。15时40分左右，在特勤局人员包围下走出法院，并再次以沉默回应法院外等候的记者。President Trump, will you please come take some questions? How did you plead, President Trump? How did you plead? 庭审结束后不久，特朗普乘坐私人飞机返回佛罗里达。在海湖庄园面对挤满支持者的大厅，特朗普开启兴奋激动与愤怒激昂模式。And I never thought anything like this could happen in America. Never thought it could happen. The only crime that I have committed is to fearlessly defend our nation. 特朗普再次否认所有相关指控，他还再次抨击拜登治下的美国是笼罩着乌云。Our economy is crashing, inflation is out of control. Russia has joined with China. Can you believe that? Saudi Arabia has joined with Iran. If I were your president, w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但拜登对于特朗普的指责一笑了之。Your predecessor politically divisive. 有分析指，对于拜登和民主党而言，什么都不说才是最好的回应。
根据起诉书，特朗普面临34项伪造商业记录重罪指控，均属1级重罪，即纽约州最低级别的重罪，每一条定罪都可判处最高4年监禁。也就是说，特朗普面临的最高刑期或达136年。负责该案的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布拉格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不会让特朗普逍遥法外，不能也不会让重大犯罪行为正常化。The defendant repeatedly made false statements on New York business records. He also caused others to make false statements.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则判断特朗普不会被定罪，他最后的杀手锏就是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而落到最高法院呢，特朗普肯定会赢。现在最高法院的那个内部保守派、自由派的比例是6比3嘛，这个其中有3位保守派法官是特朗普任命的，所以大概率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事儿呢，下面进入到舆论动员，就是司法战啊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即使我们就是假设最后他是被定罪了啊，那么他会不会影响他竞选呢？先不好说，因为现在这是第一次，美国也没经验，宪法也没规定。深圳卫视注意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刑事起诉的前总统。美国律师、前联邦检察官安库什·卡杜里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写道，特朗普被刑事起诉开创危险先例，未来民主党总统卸任后也可能成为共和党地方检察官进行刑事起诉和调查的对象。金灿荣对此分析说，此案也说明美国政治人物的结局开始韩国化，这给政治人物下台后被清算开了先例，有了先例，久了就成了惯例，这毫无疑问是美国民主质量下降的表现。对于封口费案审理一旦陷入长期拉锯战的情况，张家栋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恐怕对共和党有利，对民主党不利。因为从中期选举开始，我们就可以发现，特朗普其实是常与共和党内战。他在党内支持谁，谁在党内就能出。但是呢，他在跟这个民主党竞选的时候，支持的候选人大多都输了。也就是讲，他不善于外战，而德方替实际是善于外战的。所以我想，如果能够通过司法程序淘汰掉特朗普，这对共和党也将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这个特朗普已经成了共和党摆脱不掉的一个负资产。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浩向深圳卫视分析了特朗普案的2种可能性：一是如果特朗普拒不妥协，而民主党或美国司法机构掌握了其犯罪证据的话，特朗普是有可能被定罪的；二则是特朗普为了避免被定罪，和民主党或其他政治势力进行妥协，比如以宣布放弃2024年大选为交换条件，以免于调查。此外，王浩还提出了钙化的概念。如果说政治极化仅仅是双方对立程度比较深，但阵营还可以变动，那么钙化意味着阵营的转换变得越来越难。支持特朗普的人绝对不会改投其他的候选人。最近这2年，我们发现美国政治出现了更新的变化，就是这种极化和否决政治呢，进一步上升为一种所谓报复性政治，就是不光是相互否决、相互不配合，甚至呢演变为了相互的这种攻击。调查，甚至运用这种司法的方式来打击对手。相关话题来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讲师、泰和智库研究员陈征。陈女士您好，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遭起诉，涉及罪名多达30多项，他高调应对，也拒不认罪，符合外界预期。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出庭受审之后，支持率一路飙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实关于特朗普为何会高调的这个问题啊，我想用中国的一句这个成语就是危机，或者叫化危为机。其实当特朗普的团队知道他可能会遭到正式起诉的时候，他一开始是感觉是有一些焦虑和不安的。但是呢，作为一个非常有这个丰富的从政经验的这么一个政治和商界老手，他呢很快的短暂的调整了自己的情绪，然后开始反手打他自己的一些牌比如说第一，他上周的时候就主动放风说他可能要被逮捕。他这一波呢主动放风呢，就是已经开始计划要打悲情牌了。那么这一次他这个就是要被这个传讯以后他甚至自己提出来说，那你传讯我的话，我作为罪犯，你是不是要给我戴手铐？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那么这个检察官方面就会觉得说，如果特朗普主动戴这个手铐的这样一张照片传出去的话，就更会落实一个政治迫害的名声，所以反而是检方不同意给特朗普戴手铐，而是检方说啊，我们就给你按正常的惯例录个指纹就行了。还有一个呢，特朗普这一次是主动上门自首，他并没有坐在海湖庄园等待着这个纽约警方上门去这个逮捕他。如果那个是警方主动去海湖庄园，那他就真的是变成 arrest 变成逮捕了。但是他这次是主动自首，所以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呢，实际上都是在打悲情牌而且呢，他的所有的这种行为呢，就是在朝着说是我就是被政治迫害，我就是被民主党人用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在迫害我，他们就不想让我成功的参加这个竞选。他们偷取了2020年的时候，他们偷取了我的大选的胜利成果，对吧？然后他们现在又一次想把我挡在这个竞选的门槛之外。他的这一系列活动确实，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确实起到了一个固粉的这样一个客观的作用。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您也说了特朗普的支持率这一天这么几天下来飙升了10个百分点。还有呢，我们掌握的数据说，2天之内，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收到了超过700万美金的捐款。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这一系列的举动让爱他的人更爱他了，但是也让恨他的人更恨他了。那么共和党内部如何来看特朗普被起诉这一事件？我可以分几个这个层面来跟大家分析首先，共和党作为一个总体，他必须要表态，他一定要表态说我们愤怒，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前任总统遭到这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你们这个是明显的是叫做法律程序武器化。然后呢，共和党内的大家不要忘记了，共和党内还有一些建制派的大佬，他们现在处于一个观望和不发声的状态。比如说小布什家族，对吧？比如说当时这个2016年大选以及2020年大选的时候，共和党内都有一派就是叫做Never Trump 派，就是我们不支持 Trump 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在这件事情上现在都是保持沉默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跟特朗普很有可能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一些利益纠葛的人，比如说现在共和党内最有可能取代特朗普的这个 DeSantis 现在的身份他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对吧？他的这个表态就很有意思了。第一个，他说这个是叫做法律程序武器化，他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他是批评这个行为的。第二，他说我作为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我绝不会允许把特朗普引渡出去就是说，如果你们纽约州要求引渡的话，我作为州长我不允许引渡。第三个，他提出什么呢？他也在怎么说呢？他也确实是这个暗戳戳的讲了一下这个特朗普对于这个付封口费的这样一种行为，对吧？他说他不知道应该如何表态他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已经是把自己和特朗普做了一定的这个分割了。对于特朗普的私德，实际上他是暗戳戳的是表示不赞同的。所以呢，现在就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就是共和党内他这个内部的建制派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这个反建制派，他们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实际上就是特朗普他代表的这样一种极右翼势力他在美国政坛的崛起，对于传统的建制派来说是一种挑战。所以特朗普现在成为了就是美国政治光谱中所有的建制派的公敌，所以所有的建制派都不希望他能够出来去竞选总统。对于特朗普遭起诉，外界认为拜登或者说民主党是幕后推手，但是拜登却保持沉默，只是一笑了之。您是如何来看拜登的态度？其实大概率，这个拜登是没有办法去公开很高调的表态的不管他承认还是不承认，任何明眼人一看都会认为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是背后的推手。而且呢，这件事情实际上它就是有非常强的这个政治意味在里面的。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人呢，他们从上台的第一天起，就不仅仅认为特朗普是威胁，
而且他们也害怕特朗普的这股势力啊，如果再度泛滥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更加恶劣的这个政治后果，对吧？民主党人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于特朗普的追责。那么而且还有一点值得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对于特朗普的起诉啊，这个时间哈，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经过了一个精心的计算的。你看，这个起诉没有在拜登刚上台的时候进行，因为如果刚上台的时候进行的话，这个他的很多政治这个议程就没有办法推动，对吧？然后也没有在中期选举之前进行，而是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以后，没有出现如期的所谓的这个红色浪潮，共和党并没有取得大胜，而且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负面的作用啊，多加批评。那么拜登为首的民主党人抓住了这样一个时机，就是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饱受批评，认为他应该为中期选举没有大胜要负责任，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离这个24年大选还剩不到2年时间了。这个时候，如果发起对他的这个刑事的这个起诉的话呢，是最有可能让他这个纠缠于官司，然后没有办法全力以赴去投入去竞选。所以这个时间点是精心的选择了的，啊。但是呢，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会如何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也要再看啊。后面这个，因为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了，就不会按照人们所预想的这种理想的这个结局去发展哈。因为确实这一次是破天荒的，是打破了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美国的这个前任总统被这个刑事起诉的。